确定妻子出轨的那天，我同意分房睡。3个月后，我掌握足够证据，再次走进妻子的房间。我刚进来，他立马关掉手机，转身背对着我。累了，要睡觉。我坐在床边，咱们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不就是为那点事吗？我允许你到外面找，我就是不想。听着他不耐烦的语气，我平静开口：我到外面找，你存在的必要是什么？你是在经济上替我分担压力了，还是在情绪上给我提供价值了？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我操办，我到外面找，还要你干嘛？何影转身瞪着我：你什么意思？离婚。他坐起来：邓明亮，就因为我不让你碰，你要跟我离婚？你说我不能分担经济压力，不能提供情绪价值，孩子是谁生的？石头里蹦出来的吗？我盯着他：生孩子警告这种事，不应该找孩子的生父吗？我是吗？哼！邓明亮，你王八蛋！何影拿枕头砸向我：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！何影，咱们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你认为没有一点证据，我会给你造谣，往自己头上扣绿帽子吗？好，那你说证据，只要你能说出证据，我同意离婚。我把亲子鉴定报告摔他脸上：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何影开灯，看着亲子鉴定报告：陈明亮，你竟然背着我跟孩子做亲子鉴定，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我瞥他一眼：你去洗把脸，冷静冷静，重新组织一下语言。我认为你现在说的不是人话。你对我没一点信任，这日子确实没过下去的必要。何影怒气冲冲地开始收拾东西，十几分钟后，他摔门离开。这种事并不少见，以前不管因为什么爆发争吵，他都会离家出走，可能1天，可能2、3天才回来，一切联系方式拉黑，情绪化到让人崩溃。为了维持这个家，我做事小心翼翼，就怕有什么事惹他不高兴。就连夫妻间的那点事，也是忍了再忍。但今天他出门的那一刻，我先把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删除，找他不存在的，就看他是先回来协议离婚，还是我起诉离婚的法院传票，先到他手里了。在他离开后不久，我把孩子叫醒，我知道孩子是无辜的，但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我不可能继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去养一个陌生人的种。我尽量克制情绪，给孩子编了一个理由，连夜把他送去他姥姥家。岳母询问：明亮，明天孩子还上学，你大半夜的把孩子送过来干嘛？我一句话没说，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扔下。今夜何影的娘家应该不会平静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起来，何影已经在厨房忙碌。结婚7年，第一次见她下厨。当她把早餐端上餐桌，显然这绝不是她第一次做饭，就是不知道以前在谁面前展露厨艺了。看上去色香味俱全。她穿着厨娘套装，坐在餐桌旁等，却没等来我落座。洗漱之后，我将离婚协议放到餐桌上。她抓住我的手：老公，你就不问问我昨晚去哪了？我只在乎我爱人的去向，你不是。她开始流泪，无声的哭，看上去确实有几分楚楚可怜。以前我吃这套，现在内心毫无波澜。非离不可吗？是。老公，昨天我去我妈那了，我半夜回去，我爸只是怀疑咱们闹矛盾，都差点犯病。要是他知道我离婚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和我有关系吗？你怎么这么冷血？看着还在我面前演的合影，我直接撕开他的谎言。你没发现孩子没在家吗？昨天我把孩子送你妈那儿了，你没看到他吗？合影表情一僵：我不知道怎么跟家里说，但我爸身体不好是事实，他不能受刺激，这才没敢半夜回家。他有些埋怨的道：你也知道他身体不好，怎么能在半夜把孩子送过去？我看着他，说话之前先过脑子。出轨的是你，是你出轨才有我把孩子送过去这件事，你才是造成你爸受刺激的元凶。怎么？难道你出轨时认为你爸能接受？我没出轨。何影哭得更凶：你不能冤枉我。冤没冤枉你自己清楚，给你3天时间考虑。如果你不同意协议离婚，我会起诉。还有，你今天就收拾收拾搬出去，看到你恶心。我不顾何影的哭泣，起身离开。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崔书杰，海归硕士，仙宇传媒集团策划部总监，给我戴绿帽的男人。今天我要和他碰碰。狗男女都不应该在这场战役中幸免。想见这位大忙人需要预约，我让前台联系崔书杰，只提了我的名字，他便同意见面。崔书杰的办公室中，我看着他。需要我进行自我介绍吗？谁要不知道文耀文化集团有一位传奇运营总监陈明亮，就不配在这个圈子混。崔书杰伸手：陈总监，我希望你这次是来谈合作的。我没伸手。感受到我的来意了吗？崔书杰尴尬一笑：凭陈总监的身份地位，肯定也不缺女人，有必要吗？那让我玩玩你媳妇。崔书杰脸一沉，他靠在椅背上：找有妇之夫不道德，我认。他眯眼看着我：但犯法吗？陈总监在圈子内业务能力有目共睹，你是这个？他朝我竖起大拇指。不过在夫妻这件事上，你是这个。何影跟我学了很多本事，他有没有在你身上试试？是不是很想打我？可惜啊，我和你媳妇在一起不犯法，但打人犯法。崔书杰勾起嘴角，他没笑出声，可这种无声的挑衅和嘲弄显然更让人愤怒。只可惜他没有在我脸上捕捉到愤怒。我平静地取出 U 盘，推到他身前：先看看，我相信你会换一种态度跟我说话。不打无把握之仗，我敢来，不是来自取其辱。我是在3个月前的一次商业峰会上见到的崔书杰，
当时就感觉他和我儿子很像，越看越像。之后便做了亲子鉴定，确认儿子不是亲生的。我利用这3个多月的时间做了很多调查，我已经详细掌握崔书杰的资料。他和何颖是高中同学，后来去海外读书，回国后入赘离家，成为豪门赘婿。新宇传媒集团的千金李小燕是崔书杰的妻子，而他不止和何颖保持不正当关系，U盘中就是证据，其中一些拍摄角度完美，清晰记录下崔书杰出轨的全部过程。崔书杰脸色越来越白。李总要是看到这些视频，你说他会是什么样反应？崔书杰擦了擦额头的汗，陈哥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确实不是人，但何颖也绝非什么好东西，是他主动联系我。咱们都是男人，你应该明白，一个女人投怀送抱是很难拒绝的。我问，既然都是男人，那你不明白被戴绿帽子是什么感受吗？崔书杰脸色更难看，他明白，因为他是入赘的，根本管不住李小燕。李小燕养的男人并不少，但现实就这么残酷，身份地位不对等。李小燕可以在外面玩，他不能。或许他们夫妻之间有约定，各玩各的，但我手里有了视频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我只要曝光这些视频，打的是李小燕的脸，他就必须做出反应。崔书杰显然是明白这点的。陈哥，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，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我肯定补偿。我看了看茶杯，他急忙倒水。最近看霸总小说看的不少，虽然我不是霸总，但也想试试让人跪在脚下的感觉。崔书杰面色难看，可还是跪下，啪啪啪。我左右开弓，连续抽了崔书杰几个嘴巴。崔总监，我打人犯法吗？崔书杰陪着笑脸，别人打我犯法，陈哥能打我，那是看得起我。会说话，再赏你几个。啪啪啪。崔书杰不敢躲，硬挨几个嘴巴。我居高临下看着他。接下来谈谈正事。我查了何颖的银行流水，这些年他林林总总给你转账106万，对得上吧？崔书杰黑着脸，对得上。利息不多要，凑个整，给我120万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一点问题没有。崔书杰回答得很痛快。多长时间到账？3天，最多3天。真乖，都舍不得抽你了。我说着又给了他几个嘴巴，这才起身向外走。陈哥，视频。我回头看你表现。崔书杰脸色难看，但也只能目送我离开。离开崔书杰这边，我赶往公司上班。该生的气，在我发现儿子不是我的那天就生完了。现在是把利益损失拿回来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找回来。何颖注定要成为过去式，只是我没想到当天下班后，何颖还在家里。不止他在，我爸妈还有他爸妈都在。两家的老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桌上摆着2瓶好酒。何颖的双眼微红，看来哭了很久。明亮，就等你了。何颖快步走向我，想帮我把外套脱了。我嫌弃地避开他，看来是他把双方父母叫到一起。对于接下来的事，我有些好奇，我倒要看看他把双方父母叫到一起要做什么。我过去跟双方父母打了招呼落座。何颖快步过来，在我身旁坐下，他夹起一段溜肥肠放到我碗里。这是你最爱吃的，尝尝。我直接连着碗扔到地上，气氛瞬间凝重。我爸瞪着我，没完了。何颖急忙开口，爸，是我的错，不怪明亮，都是我的错。他一边说一边抹泪，跟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。明亮，小颖把事都跟我们说了。我妈看着我继续道，这事不怪小颖，爸妈也理解你心里不痛快，可小颖是受害者，你是她男人，更应该包容她。受害者？我诧异地看了何颖一眼，我有点糊涂，你们能说说他说了什么吗？我妈看了看何颖，小颖，你还没告诉明亮吗？我何颖看了看我，随后低头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说，也怕说了他不信。放心吧，我和你爸知道你是好孩子。我妈安慰他2句。这件事你不好意思开口，我来说吧。明亮，孩子确实不是你的，但这件事也不是小颖有意的。在和你结婚那一年，他的同学都来参加婚礼，事后他又和同学聚在一起，结果有个畜生趁机灌他酒，小颖是酒后被侵犯的。小颖和你刚结婚，她不敢面对这件事，更不敢告诉你，谁也没想到会怀上对方的孩子。我妈开口的时候脸色并不好看，显然她也不愿意接受这件事。她继续道，谁都不愿意这种事发生，小颖当时不敢告诉你也可以理解。我沉着脸盯着何颖，何颖的眼泪更凶。明亮，真的对不起，可我当时真的太害怕，怕跟你说了你要和我离婚。我冷冷发问，那个畜生是谁？双方父母也都看向何颖。我再次开口，我有权知道那个伤害你的畜生是谁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凭借现在的能力制裁他。岳母急忙开口，小颖，明亮现在人脉挺广的，你告诉明亮，说不定明亮真能帮你出这口恶气。我何颖结结巴巴，哭的声音越来越大。你不肯说，是想保护他吗？明亮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爸一拍桌子，小颖不愿意回忆那段过去，可以理解的。我妈急忙解围，咱们先吃饭，等小颖愿意说的时候再说。我没说话，默默取出手机给崔书杰打去电话。来我家一趟，不用我告诉你地址吧？何颖还想演，等崔书杰来了，我看看他怎么收场。不是喜欢把双方父母叫到一起耍花招吗？那就让他的爸妈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。见我打了电话沉默吃饭，我爸只是扫我一眼，他也不想说话。岳父岳母偶尔看看我，想张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何颖不知道我给谁打的电话，低着头也不怎么吃。
就是掉泪装可怜。只有我妈负责调节气氛，说些无关痛痒的话。半个多小时后，门开了，崔书杰走进来后愣在那儿，她看着我，脸上尽是尴尬。因为紧张，她忘了按门铃，直接打开了密码锁。陈哥，这是朋友从武夷山那边带来的大红袍，给你带了点尝尝。他急忙找话题，顺势把拎的烟酒茶叶放下。坐。我拉开一把椅子，崔书杰只敢坐1/4，背绷得很直。双方父母不知道这是谁。何颖的脸色已经有些不自然，他拉了拉我，老公，这谁啊？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？他开口，同时不断朝我使眼色。他怕了，怕在双方父母面前被拆穿。我根本不给他机会，开口直接发问。崔总监，何颖说在我们结婚那年，你趁他酒后侵犯他，有这事吗？伴随着我的问题，现场气氛瞬间变了。崔书杰脸上见了汗，他看着我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却见他悄悄拿出手机，快速给我编辑一条短信：陈哥，我是该说事实他勾引我，还是帮你们挽回关系，认下侵犯这个罪名？做事留痕。崔书杰显然很谨慎，贸然承认，如果被录像，说不定就真要进去。他怕我给他挖坑，但我手上有视频，他拿捏不准我的意思，又怕回答的不满意，导致视频到他老婆手里。我没回答，只是把手机放在何颖面前。你说他该怎么回答？要不你们先商量商量这场戏怎么演？何颖抹掉眼泪，强装镇定。明亮，这件事咱们晚点说，爸妈都在，先吃饭行吗？崔总监，你说我是找不到媳妇儿，还是非他不行？我看着崔书杰，如实说就行。崔书杰擦了一把额头的汗。当年在你们结婚之前，是何颖找到我，想来一场结婚前的放纵，是他主动勾引我。后来你们婚后，他说想寻求刺激，又找过。够了！何颖突然尖叫，他掀翻桌子。为什么这么逼我？陈明亮，你为什么这么逼我？我爸妈在这儿，你为什么要说这些？我爸身体不好，你是不是诚心要气死他？我擦去刚才溅在身上的油污，瞥了崔书杰一眼。崔总监，你说你会调教女人，抽她2个嘴巴，让她清醒清醒。啪啪，2个大嘴巴下去，世界短暂清静了2秒，接着更热闹。岳父和岳母冲向崔书杰，3个人扭打在一起。何颖哭喊着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！”几人分开后，岳父看了何颖一眼，他哆嗦着抬手就给他2个嘴巴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抽了何颖2个嘴巴，他转身就走。岳母看了看何颖，叹了口气，急忙追上去。我看向不断抹泪抽泣的何颖，现在收拾你的东西，滚蛋！陈明亮，你够狠，我恨你！何颖咬牙切齿，那双眼瞪得滚圆，见我理他的打算都没有，用力擦了擦泪去收拾东西。陈哥，我能走了吗？来都来了，把厨房收拾干净再走。崔书杰化身保洁，何颖收拾好，看到崔书杰趴在地上擦地板，目光复杂。砰！他用力把门摔上，彻底离开。10几分钟后，家里只剩下我和爸妈。我妈在那不断骂何颖，刚才有多理解他，现在就有多想弄死他。我爸看着我，能撑住不？我故作轻松，要不给我点钱，安慰安慰我。真能撑住？肯定不痛快，但也不至于寻死觅活。爸妈又安慰了我几句，这才离开。不过刚过去半小时，我爸又打来电话，出事了。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岳父已经被送进急救室，岳母和何颖不断哭，我妈在2人身边安慰。大约2个多小时，手术结束，情况不太好，命保住了，但什么时候能醒不确定，大概率植物人。何颖不断尖叫，大声诅咒，说我是罪魁祸首。我懒得搭理他，帮忙安排好住院和父母离开。隔天，我让律师把离婚协议送去医院，听律师说何颖的状态有些不正常，当着律师的面把离婚协议撕了。3天后，崔书杰联系我，他说何颖去找他了，何颖逼他离婚，他想寻求我的帮助，让我劝劝何颖。他说可以再出一笔钱，让我先稳住何颖，暂时不要和何颖离婚。他说完后，我就挂了电话，帮他。我正在考虑我手里的视频在李小燕那值多少钱。又3天，我在公司楼下看到岳母，几天时间不见，她看上去苍老了很多，这段时间肯定没怎么休息，双眼布满血丝。明亮一定要和小颖离婚吗？不然呢？留着她给我多戴几顶帽子。明亮，你说话太噎人了。小颖确实错了，但现在人心浮躁，出轨率很高，很多夫妻都还在一起。我看着他，我给你分析一下，那些凑合过日子的夫妻，大部分都有共同的孩子，他们当中的受害者是为了孩子维持一个完整的家，虽然还在一起，但早已离心离德。我好像不用考虑这个因素，你说呢？明亮，你是看着孩子长大的，你爸妈也那么喜欢他，你们真就舍得？阿姨，我确实爱孩子。但自从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那一天，我怎么看他怎么不顺眼。血缘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，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我舍得，我爸妈也舍得。一句阿姨叫的他脸色更难看。明亮，你也知道小颖的收入，孩子各种辅导班，他根本养不起。你岳父什么时候醒还不确定。我那点退休金维持医院的花销后所剩无几，真离婚了，你让小颖怎么办？我反问，我该关心他的死活吗？说到养孩子，你转告何颖，这些年我在孩子身上投入的钱，他必须1分不差的还回来。清单我已经列好，
零头就不要了，68万1分都不能少。岳母脸色难看，声音冷了很多。明亮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这样做太绝情了。如果你们真要离婚，我这个当妈的不可能看着你让小颖净身出户。你说小颖出轨不能凭你一面之词，要拿出实打实的证据，你拿不出来，就算到了法院也不可能判小颖净身出户。阿姨，我让你欣赏一段视频。我打开手机，将一段视频播放。岳母急忙别过头去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证据够清楚吗？3个月前我发现问题后，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，这种视频还有不少，还要看吗？岳母灰头土脸的离开。第二天何颖来了，她终于明白崔书杰为什么那么怕我。我同意离婚，并且净身出户，但我有个条件是，你手里的视频给我一份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想用这样的视频去威胁崔书杰，承担你以后的生活费用？抱歉，我这个人比较讲信用，不会做这种事。陈明亮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是不是？以前我希望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现在我希望你是世界上最惨的女人。陈明亮，你别以为没了你我过不下去，就算没有视频，只要孩子在，崔书杰就必须给我钱。至于离婚，你慢慢起诉去吧。何颖愤然离开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感觉有必要去做另外一件事。这件事一直都在我的考虑中，这是一把双刃剑。但接下来何颖肯定闹，与其因为他大闹搞得我被动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我再次前往星宇传媒集团，但这次要见的不是崔书杰，而是李小燕。李小燕得知我掌握着崔书杰的秘密，让人把我带到办公室。我早就知道李小燕一直没见过真人，见到她本人的时候，确实有些佩服崔书杰。哪怕高定的衣服，也很难弥补他身材的不足。不过这个人气场很强，他看着我，你掌握了书杰的秘密，想换什么？只是不想让李总被蒙在鼓里。我虽然是一家公司的运营总监，但和李小燕相比根本不够看。我手里的视频在崔书杰那能换来利益，可在李小燕这未必。如果触怒了这位离家的千金，就是自毁前程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这份视频能毁了崔书杰就够了。开口之后，我把 U 盘递过去。这些秘密会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，全凭李总定夺。李小燕面不改色的扫了视频内容一眼。崔书杰和你有仇？女主角是我妻子。李小燕关掉视频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？这件事错的是崔书杰，我已经让他付出经济代价。文耀文化集团运营总监陈明亮，对吧？不敢当。李小燕笑了笑。最近我会和你们集团谈一个项目，你当对接人能在其中捞到什么好处，看你的本事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简单寒暄2句，我告辞离开。李小燕在我离开后，迫不及待地打开视频，她不断快进，她把水杯砸在地上。陈明亮，你个王八蛋！这些视频的顺序是经过我特殊排列的。李小燕看到的第一个视频是在她家，崔书杰把何颖带到了她家，而现在李小燕翻看到的视频中，她作为女主角出现了，男主角不是崔书杰。李小燕这种庞大的家族未必会因为崔书杰出轨就做什么，她家看重的是利益，有可能只是警告崔书杰。但对于掌握视频的我，她肯定心存不满。只要视频在，为了避免视频爆雷，就必须慢慢弱化崔书杰的作用。当他可以舍弃崔书杰的那一刻，也极有可能对我展开报复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老天有眼，他也乱来。恰好这3个月内把人带到了家里，我不想用这样的视频换利益。只要李小燕不对我构成威胁，这份视频就永远不会曝光。我想接下来李小燕也会展露她的诚意。仅3天，一则重磅消息就冲上我市头条：离世千金李小燕的丈夫崔书杰被扒出挪用公司财物，涉及金额巨大，被捕入狱。在审查过程当中，同时查到崔书杰很多违法乱纪行为，说白了就是让崔书杰把集团的所有坏账、不法行为全都背在身上。豪门选赘婿，大有讲究。崔书杰确实够优秀，但最重要的是他在世上有牵绊、有在乎的人。他把所有事情扛下来，他在乎的人就能够很好的生活。在这个消息出来后，何颖傻了。何颖手里没视频，但他自信，只要他去找崔书杰闹，崔书杰为了避免事态扩大，肯定不敢声张，到时候他就能要到钱。结果崔书杰被抓了，最后的救命稻草没了。在崔书杰被抓的7天后，何颖再次找到我，法院那边已经给我打电话，今天已经把传票送到何颖手里。何颖穿了一身小白裙，扎着马尾，这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他穿的衣服，当时让我心动，现在让我恶心。明亮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听信了崔书杰的花言巧语。这段时间我整晚的睡不着觉，咱们再试试好吗？我不想和你离婚，真的不想。你不是不想离婚，我看着他，是你所有的饭票都成为幻梦泡影，想重启我这张饭票。何颖，在婚姻中爱你的那个人愿意当傻子，前提是爱你，我不爱你了。何颖表情微僵，又一次落泪，他低着头。那咱们协议离婚，多少把财产分给我一点，我也要生活。我是你爹吗？你要生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不要说咱们2个离婚，就算是婚姻存续期间，也不应该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提供生活保障，应该是2个能独立生活的人走到一起，
用各自的能力取长补短，让生活更上一层楼。我先前说你不能分担经济压力，不能提供情绪价值，都是高抬你。你在我的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是拖后腿。你这种人口口声声说着男女平等，可在实际生活一边享受着权益，一边推卸责任。就算没有崔书杰，咱们的日子也走不远。何影红着眼质问：难道你就一点错没有吗？要不是这些年你养着我，我会一事无成吗？我这几年青春都在你身边，你必须给我一定补偿。我被气笑了。男女平等是方方面面的平等，你的青春不比我的青春金贵。何影，是你在我身为你丈夫期间在外面胡来，我真希望以后立法能够让你们这种脑子进水的东西得到更多惩罚。见他还想开口，我急忙制止。免开尊口，法庭上见。开庭那天，何影没有到场，我这边提供的证据充足，在他不到场的情况下判离。听说接到判决书的那一刻，何影精神崩溃，自此之后住进了精神病院。而我的新生活已经在路上，时隔1个月，爸妈就开始催婚。因为负责和新宇传媒集团的对接项目，我的收入水涨船高，身边有了更多优秀女性。我暂时没这个心思，但我相信有一天肯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缘。在某个午后，我听同事讲另外一家公司高管跳楼，原因是婚姻的不幸，在长期压抑的家庭生活中选择结束。我有些庆幸从丧偶式婚姻中抽离，我现在真真正正理解到双向奔赴的重要性。家庭不能靠一个人去经营，我期待着某天那个他走进我的生活，和我一起去经营属于我的小家。